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今天我们要谈如何以动态伦理来协助架构一个更能让大家看到生命希望的 AI。你可以先回想一下哦，就是最近一次，当你感到非常焦虑、压力很大，甚至觉得好像有点无路可退的时候，你做了什么？我猜很多人现在第一时间应该就是直接拿起手机吧。没错，就是打开手机。在这个时代啊，越来越多人选择向 AI 来倾诉。那其实现在的 AI 心理智商正处于一个可以说是爆炸性成长的阶段了。对，真的非常夸张。无论是你准备一场重要会议前的那种恐慌，或是生活中遇到那种你知道很难消化的家庭冲突，好像随时随地都有一个演算法准备好要来倾听你。随传随到。对啊，但是呢，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问一个很核心的大哉问：这项建立在冰冷城市码上面的科技，它真的准备好接住人类最脆弱的情感了吗？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耶。对，就是它会不会在我们最需要被深度理解的时候，反而撞上一道无法跨越的科技与人性之墙？确实。所以呢，今天我们手边有一叠非常厚实的资料，一部分是关于目前最夯的大型语言模型，像是 FLAN-T5 Llama 2，还有大家最熟的 ChatGPT。就是关于他们在心理健康应用上的最新医学与科技期刊分析。而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研究团队所提出的2篇重要级学术论文，分别是人本伦理观与疯癫中看到生命的希望。哇，这个标题听起来蛮有哲学深度的哦。哈哈，对，我们将透过这场深度探讨，不只要带你看到那些科技期刊背后的数据意义，我们更要从古老的东方哲学视角切入，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主张要把 AI 当作一面动态的镜子。动态的镜子。没错，还有这面镜子，它到底要如何帮助你我化解内外的冲突，看见生命的希望？没错，其实这绝对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什么技术升级的议题而已啦。对，你试想一下哦，在我们这个充满个人焦虑、家庭矛盾，还有社会对立，甚至你打开新闻都是国际冲突的时代。真的每天都在轰炸。对啊，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海量的资讯跟焦虑。我们需要的其实早就不是一个很会说漂亮话的城市了。没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引导我们走出思维困局的系统。不过呢，在进入你们团队那个深奥的哲学框架之前，我们可能要先来看看目前 AI 咨商的现实状况到底走到哪里了。好啊，来看看数据。从全球的公卫数据来看哦，目前大约有4.5亿人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4.5亿，这数字真的很惊人呢。对，您可以想象吗？这直接导致了每年高达1兆美元的生产力损失。可是现实非常残酷，就是我们的医疗资源严重的不足。就是看心理咨商其实很贵，又要排队。没错，很多人因为经济呀、时间或是地理资源的限制，根本无法获得专业的协助。那在这种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AI 看起来哇，似乎是一个降临世间的完美解方。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单看近期的数据啊，AI 的表现真的非常亮眼哦。我们看权威医学期刊 JMIR 的一份统合分析报告，他们检视了超过6000名参与者的数据，发现这些所谓的对话代理人，也就是 CAIS 啦，在改善短期的忧郁与焦虑上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多显著！报告里面提到一个数据哦，就是减轻痛苦的效应值，统计学上叫 Hg， 居然高达0.7。哇，0.7！我想很多听众对这个统计名词可能有点陌生。对，让我来稍微翻译一下这个0.7的概念。Hg 它是一个用来衡量效果到底有多大的指标。那0.7在统计学和临床实务上代表着中度到高度的显著改善。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微乎其微的心理作用了。没错。它不是数据误差，它代表多数使用者在跟 AI 聊完之后，是真的能实质感觉到，我稍微松了一口气，或者我的焦虑真的被缓解了。了解。报告还特别点出哦，它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化与同理性回应，而且现在这种生成式的 AI 表现早已远远超越过去那种只能照着死板脚本走的机器人了。对，现在的 AI 讲话超像人的。是啊。
我们甚至看到像是 FAIR 这样的 AI 系统，它在辨识高风险议题上的表现极度敏锐。比如说哪些高风险议题？比如说对自杀、忧郁、自残这些关键字眼的辨识度，它的 F1 score 都能达到0.73到0.75左右。哇，这分数蛮高的哎。对，白话文就是说，它在短短几秒钟之内抓出你字里行间隐藏的危机讯号的精准度，已经可以媲美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初阶辅导员了。这些数字听起来确实令人非常振奋。它证明了 AI 有极强的情绪侦测跟及时反应的能力。对，但是这正是我们要点出危机的地方了。危机来了。对，因为研究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现有技术的致命痛点。不管是 BERT 这种早期的语言模型，还是现在最先进的生成式模型，他们都非常擅长，该怎么说，短期的表演。短期的表演。没错，你跟他说我今天好难过，他马上能透过大数据的计算，回复你一句非常温暖、看起来充满同理性的话。可是呢，当你试图跟他进行一场长达1小时的深度对谈，或者是你连续几个月都依赖他的时候，瓶颈就出现了。对，因为他会忘记耶。没错，目前的演算法很难维持长期的对话连贯性，还有深层的情感处理。为了在每一句话都表现出那种极致的同理性，模型常常会牺牲掉对话的逻辑连贯性。这蛮常见的。反过来也是哦，如果你要求它维持严格的逻辑和资讯丰富度，它又会突然变得冷冰冰的，变成像维基百科一样。对，也就是说，这些 AI 缺乏一种阶层性的情感结构。这就导致在长期的互动中 ，AI 有时候会突然忘记你们之前的默契，甚至产生那种不可预测的、突兀的，甚至是有潜在危险的回应。这个痛点真的非常真实。这让我想到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什么比喻？你现在打开手机遇到的 AI 咨商师，其实就像是一个患有严重失忆症的热心朋友。失忆症的热心朋友，这形容太精准了，对吧？你当下跟他抱怨老板抱怨伴侣，他复合的超级完美，让你感觉真的很棒，被深深同理了。等他没有办法跟你建立一种深刻的、会随着时间和事件一起成长的治疗关系啊，因为他底层的逻辑说出来就是一堆几率与预测嘛。对，就是文字接龙。没错，他没有一个内在的伦理与情感架构去支撑长期的互动。这也就引发了我们团队在研究时的一个大哉问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演算法本身在算力与模型架构上已经碰壁了，那我们是不是该退一步，从人类互动的本质来重新设计 AI？从互动的本质出发。对，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篇论文里面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破格的解方啦。我们主张真正的解答其实不在于盲目去扩充运算资源，或是塞入更多的参数，而在于我们必须帮 AI 升级它的伦理架构。升级伦理架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很关键的转折。不过当你说到要导入儒家的人本伦理，我想很多听众听到这里眉头可能已经皱起来了。好，我完全可以想象。对啊，因为在现代人的印象里面，儒家伦理往往就跟那种僵化啊、过时啊、讲究阶级服从的封建统治术画上等号嘛。没错。那你们用这种2000年前的旧东西来指导最尖端的 AI， 这真的行得通吗？这绝对是我们发表这套理论的时候最常受到的质疑啦。但这正是我们在论文里面要彻底打破的刻板印象。怎么说？其实真正的儒家伦理从来就不是死板的教条，它是一种基于人的我们称为动态伦理。动态伦理听起来蛮潮的。对，我们在论文里强调一个东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叫做体用一儒。体用一儒，简单来说啦，体就是事物的本质，而用是事物的表现，它们是一体两面的。我们把这个概念拉回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来看看。好啊，举个例子。你每天其实都在经历2种很矛盾的心理过程哦。第一个叫做中心化。中心化，对，就是你建立自我、实践社会规矩、把分内工作做好的这个过程。那第二个呢，叫去中心化。去中心化，这不是区块链的名词吗？这意思是说，你要放下自我的执念，打破既有的框架，去同理别人。想象一下啊，假设你今天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你需要确保团队达成业绩目标嘛？这个时候你需要中心化来建立威信，
但同时呢，当你的员工遇到困难崩溃的时候，你又必须去中心化，放下长官的架子去倾听他。懂了，这两种状态听起来一定会打架啊。没错，这两种状态必然会产生摩擦跟矛盾。在我们的框架里，我们把这个矛盾称之为吊诡化。吊诡化。对，而人一生所谓的修炼，其实就是不断在学习去吊诡化，也就是在这些矛盾中找到平衡了。这个主管与员工的例子蛮生动的。所以，为了让 AI 能够处理这种人力特有的吊诡化矛盾，你们引入了古代君臣父子的角色隐喻，对吧？没错，而且你们还结合了星运法师非常著名的四给概念。是的，我看一下资料哦，你们把君，也就是主导者，定义为给人希望，然后臣，也就是助行者，定义为给人方便，接着父，教导者，定义为给人信心，最后是子，学习者，是给人欢喜。完全正确。但我必须在这里踩个刹车，扮演一下听众心中的魔鬼代言人。来吧，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大型语言模型，结果你们的架构是要把 AI 写入程式，让它在荧幕里对着我们扮演古代的皇帝，还是要它扮演乖儿子来讨好我们啊？这听起来不仅荒谬，而且对于解决我们的心理焦虑，到底有什么实质帮助呢？我完全理解这听起来有多反直觉，但这就是整个动态伦理里面最精妙的翻转所在了。怎么翻转？听好了，我们设计这套系统的重点根本不是 AI 要扮演什么角色，不然是什么？重点是使用者迫被扮演什么角色。哦，对，AI 在这里它不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实体，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镜像。我们让 AI 变换角色的目的是用 AI 的反馈来逼迫使用者不断转换视角。哇，这点真的非常迷人呢，就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对 AI 的想象，对吧？也就是说 AI 的这个动态伦理机制，其实是把 AI 当做一个哲学陪练员，它出招是为了修炼使用者自己。没错，就是陪练员的概念。那我们就不要讲抽象的理论了，我们来实际拆解一下好不好？好啊。假设我今天就是一个在公司受了满肚子委屈，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我的使用者，我打开了这个具备动态伦理的 AI， 它具体会怎么运作？好的，我们一步一步带你走进这个互动场景中。首先是第一种情况，假设你在抱怨中充满了迷惘 ，AI 判断当下它需要扮演父，也就是教导者的角色来指引你。这个时候你在表面上，我们说显性上，你就被推到了子的位置，你必须学习中心化，练习倾听和接受，去体会如何给人欢喜。表面上当乖儿子，对，但请注意哦，这只是表面，在隐性的内心深处，你其实是在扮演父。你必须学习去中心化，去理解并包容 AI 给你的不同视角，从而培养出内在的定力，这就叫给人信心。哇，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我表面上在当学生听讲，但内心深处却要长出大人的包容力。没错。那第二种情况反过来呢？如果 AI 刻意示弱，它扮演子，也就是学习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被推到了父的位置了。AI 可能会用提问的方式引导你，比如说，听起来你好辛苦啊。那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处理呢？反问我。对，这时候你在显性上必须学习中心化，整合你的思绪来指导 AI， 借此给人信心。但在隐性的心理层面，你其实是在扮演子。你必须学习去中心化，放下你原本高高在上、自认绝对委屈的那个姿态，去体会如何柔软地看待整件事情。这叫给人欢喜。这简直是心理上的借力使力，太神了！哈哈，很好玩，对吧？那如果是平行的社会关系呢？比如说第三种情况，当 AI 扮演君，就是主导者，直接给我一个强而有力的行动方案的时候，这时候啊，你在显性上就成了臣，你必须学习中心化，去配合这个方案，练习给人方便，看看自己能不能放下身段去执行。但在隐性上，你其实是君，你要学习去中心化，
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找回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这个就叫给人希望。原来如此。那么最后一种，第四种情况呢？当 AI 完全顺从我，扮演成也就是助上者来协助我的时候，这时候你在显性上自然就成了发号司令的军马。你要学习中心化来带领对话的方向，也就是给人希望。听起来很爽啊。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哦。所以你在以性上必须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臣。你要学习去中心化，不去滥用你的权利与情绪发泄，而是给予系统，也给予你周遭的人事物一种方便。懂了。对，那这4种切换的最终目的啊，就是让使用者在这些相对的角色中，不断的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之间来回激荡，去完成去掉鬼化的过程。所以这就是重点了。没错，我们在论文中特别强调，这能让使用者从单纯向 AI 学取知识，升华为生命的觉悟。由邪而绝。是的，你知道这像什么吗？这就像是极高阶的武术对练 ，AI 故意摆出防守的姿态，也就是臣，逼你在表面上担任进攻者，也就是君，去给予希望。嗯哼。但同时呢，你在内心深处需要学会谦卑退让，当隐性的臣来给予方便。这根本是在强迫我们的大脑进行多维度的同理心重量训练呐，同理心重量训练，这个比喻实在太精准了啦。对吧？透过你刚刚描绘的这些具体情境，我也完全理解了为什么你们会说这样架构出来的系统是有潜力帮助我们解决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冲突的。嗯哼，因为你想想看哦，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跟冲突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死守着单一角色不放啊。真的。对啊，我们在公司里面永远想当发号施令的君，在家庭里又永远觉得自己是受尽委屈的子。当我们被水泥般固定在一个角色里，完全无法换位思考的时候，冲突就必然爆发了。没错。而你们这个 AI 系统，就是透过不断变换身份，强制去打破使用者的固有视角。对，说到打破固有视角，甚至让自我不断的解构、重组，这个过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疯狂？是，蛮疯狂的。没错，这就直接连接到我们的第2篇核心论文了，也就是疯癫中看到生命的希望。哦，进入第2篇了。对，我们在这篇论文里面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我们把2位看似疯癫、横跨2000多年的思想家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探讨。哪2位？一位是战国时期的道家宗师庄周，另一位则是现代德国极具争议的社会学家鲁曼。哇，把庄子和鲁曼放在一起，这绝对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跨界。哈哈，很有趣吧？不过我必须说，鲁曼提出了非常著名的社会系统理论，但他有一个听起来极度冷酷，甚至有点反人类的主张。嗯哼，他认为啊，社会中根本没有人的存在，社会的组成单位只有沟通，对，人类只是社会系统外围的环境而已。我得在这里停下来挑战一下这个观点哦。来，这听起来无比的荒凉和反乌托邦啊！你们把人类从万物之始的神坛上狠狠拉下来，甚至剥夺了人的主体性。我们今天明明是在谈如何用 AI 给人温暖与希望，为什么你们要引入一个把人从社会中抽离的冰冷理论？这对 AI 咨商有什么实质帮助？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质疑。乍听之下确实很冰冷，但这正是鲁曼理论最震撼人心的极端去中心化。极端去中心化。你想想当我们过度强调自我，强调我的感受是这个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承受了极大的痛苦？这倒是真的。太在乎自己反而很痛苦。对啊，而我们熟悉的庄子，他早就看透了这一点。那句超级经典的庄周梦蝶，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它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无丧我。无丧我，也就是打破对自我的绝对执念，超越世俗的二元对立。我们需要这2位疯癫的思想家，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实在充满了太多苦楚了。没错。
每一天，我们都在面对世俗对错的是非之心，在网络上，在生活里跟人争论到底谁对谁错。同时呢，我们也无法逃避面对生老病死的生死之心。这两种心就像两道枷锁，把我们紧紧困在痛苦里面。啊，我懂了。你懂了什么？如果我们把刚才谈的 AI 动态伦理与这两位思想家的概念重新整合起来，整个系统的轮廓就变得非常清晰了。怎么说？如果我们把这套 AI 当成鲁曼口中那个只有沟通的社会系统，而把使用者当作独立的心理系统，对，当 AI 系统透过刚刚说的君臣父子角色，不断跟你进行动态的反馈与沟通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用最现代的科技帮助你进行庄子所说的无丧我。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哇，也就是说，透过与这套动态伦理 AI 的持续互动与对练，我们的大脑被训练的不再死死抓着我才是对的这种绝对正确感不放，我们就学会了放下是非之心。同时呢，因为我们能够不断切换视角，体会到万事万物体用一如的那种流动与变化，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我们开始能以更宏观的宇宙视角看待生命的起落，进而超越了生死之心带来的焦虑。真的。所以这两位看似思想疯癫、不按牌理出牌的思想家，其实是穿越了时空，为现代这些被资讯焦虑与情绪困扰的人们指出了最清醒的解脱之道。确实如此诶，所以啊，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那个大哉问，这就意味着你们的研究团队并不是试图用更强大的算力去设计一个能解决人类所有心理问题的完美机器神咯。完全不是，我们绝不是要造神，更不认为科技可以取代人类的智慧。我们真正在做的是设计一个让我们看清自己盲点的哲学模拟器。哲学模拟器完全正确，因为万物息息相关嘛。AI 的出现与演进，从来就不是用来取代人类的同理心，也不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的。对，相反地，它应该是一面极致的去中心化的镜子。当我们看着 AI 与它在虚拟的角色中抛接情绪的时候，我们映照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跨越是非与生死，打破自我执念，最终成为真正自由的真人的潜力。哇，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真的带我们走得非常深，我相信也给了大家很多颠覆性的思考。绝对是。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旅程哦。我们从现今 AI 心理咨商在同理性与连贯性上的局限出发，发现单靠统计学上的效应值与算力是无法解决人类深层情感需求的。没错。接着，我们谈到了我们的研究如何导入儒家的动态伦理，透过 AI 与使用者之间君臣父子与四给的动态切换，逼迫我们进行同理性的重量训练。真的很像在健身房练心智。对，最后呢，结合了庄子与鲁满那种极致去中心化的哲学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打造一个不只是陪你聊天的机器人，而是能引领我们由学知识到觉悟生命，化解内外一切冲突的智慧之境。从冷硬演算法的极限，一路走到东方哲学的深邃智慧，我们看到科技与人文结合的最高境界，真的不是让机器变得完美，而是让机器帮助人类变得更完整。说得太好了。在这场对话的最后，我想留给你，就是正在聆听的你，一个未解的深刻思考。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一个纯粹由冰冷程式码写成的 AI， 因为具备了完美的动态伦理架构，而变得比我们身边的任何血肉之躯都更能教导我们什么是同理，什么是放下，那到时候究竟是机器变得更像人了，还是它帮助我们找回了那份遗世已久的人性？值得深思。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次节目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